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馒头妈。哇，薯条弟，好久不见呢！好，在我们讲故事之前，请先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精彩故事哦。今天的故事终于有薯条弟一起陪伴讲啦，馒头妈才不会太孤单。我觉得馒头妈听到这个新的故事啊，觉得薯条弟在这个部分做得还不错。我们来看看今天是什么故事哦。故事要开始喽。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啊？不是不可以插嘴啦，是不可以插队，这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就开始讲故事喽。从前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它叫做礼貌镇。礼貌镇表示这个镇都怎么样？对，都很有礼貌哦。这个小镇一定是很有礼貌。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里的每一家都非常的友善，还有礼貌哦。所以小镇的环境啊，总是这么的和谐跟温馨哦。那小熊露露呢，它也是住在这里。它是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熊哦。它每天都会开心的在小镇上玩耍。可是有一天，小熊露露遇到了一些困难。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吧。这一天啊，小熊露露兴高采烈的跑到他最喜欢的游乐场。他看到溜滑梯旁边排了长长的队伍，大家都在等待玩溜滑梯。露露心里想，我好想快点玩溜滑梯哦，我不想等那么久哎呀，等着，他想插队哦，我不知道呢。等着，露露就开始急躁了。最后他忍不住了，他悄悄的跑到队伍的最前面。薯条弟答对了，他想要直接插队耶。这时候呢，小兔子咪咪看到了，赶快走过来说：“露露，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大家都想要玩这个溜滑梯，我们应该要排队才对啊，不可以插队哦。”小熊露露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被人家发现了，他低下头说：“对不起，我只是太想玩溜滑梯了，而且要等好久哦，我真的不太想等哎。”咪咪温柔的拍拍露露的肩膀说：“没关系，大家都会有等不及的时候哦。但是我们要记住，排队是很重要的礼貌呢。”露露点点头，重新回到队伍的最后，耐心的等待。最后，终于轮到露露站在溜滑梯的顶端时，心中充满了兴奋跟开心，因为她知道自己做对了。我好好的排队，我就可以很开心的玩溜滑梯。那薯条弟你呢？如果你很想溜滑梯的时候怎么办？只好等一下哦，你会不会没有耐心呢？那如果你看到有人插队呢？我就会跟他说，然后他就会排后面。所以薯条弟会很勇敢的去跟别人说，不可以插队，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哦。那露露有没有学会了呢？溜滑梯玩够了，露露又跑到荡秋千的地方。这里只有2个秋千呢，但是却有3个小朋友在排队哦。露露心里想，要是我不说话，直接坐上去，他们会不会没有发现？正当露露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小松鼠琪琪走了过来，笑着说：“露露，我们要轮流玩荡秋千。那可是呢，现在太多人了，我们可以先一起去玩别的游戏哦。等轮到我们的时候再过来，好不好啊？”露露脸红了，轻声的说：“好吧，我们一起先玩其他的游戏。”露露心里想，还好我没有先偷偷摸摸去。于是呢，琪琪跟露露就一起跑到沙坑那边，用小铲子挖起沙来，
不一会儿，他们就挖出了一个大大的沙堡哦，玩得好开心，好开心哦。当轮到他们玩荡秋千时，露露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她发现等待都是值得的。而且呢，趁着空档时，先去玩别的，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啊。晚上回到家小熊露露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妈妈。妈妈微笑的称赞露露哦，说露露，你今天做得很好。记得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真的会很想玩某个器具呀，或游戏呀，或很想赶快吃到某个东西。可是要记得，在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礼貌，这样不仅让别人感到舒服，也让自己更受欢迎哦。所以这时候要好好的排队跟等待哦。露露点点头，心里暗暗的发誓，以后一定要更加有礼貌，要遵守规则。第二天呢，露露又来到了游乐场。这次呢，她看到小狐狸菲菲在那里争着玩溜滑梯呢。露露走过去说：“菲菲，我们要排队才能玩溜滑梯哦，不然你插队的话，大家心情很不开心。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排队，让每个人都可以轮流玩，这样大家就会更开心啊，知不知道？”菲菲听了露露的话，不好意思的点点头，乖乖的站到队伍的最后面。小动物们也纷纷的对露露说：“谢谢你，露露，谢谢你提醒别人，你真是个有礼貌的好朋友啊。”露露笑了笑，心里感到无比的快乐，因为她知道礼貌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哦。哇，从那里以后礼貌镇的小朋友都学会了如何有礼貌的相处。他们的友谊因为礼貌而变得更加深厚哦。那大家都变得这么有礼貌，这个小镇也气氛越来越好哎，大家都很喜欢来这个礼貌镇玩咯，因为大家都超有礼貌的，所以小镇的气氛越来越好，大家也可以交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哦。所以薯条弟你听完这个故事，你觉得要怎么做才可以成为有礼貌的好孩子啊？当然，有礼貌的好孩子需要做一些让人家觉得可以很开心的事情。对那我们怎么让别人开心？首先，我们是不是要互相尊重对方？然后呢，喜欢玩的玩具如果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就轮流排队，然后守秩序不插队，耐心的等待。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玩得更开心然后也不会因为有人插队心情不好对不对？哇，今天薯条弟你也学到怎么样变得更有礼貌，我相信其他的小朋友也是哦。那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每天都交到很多好朋友哦。晚安咯，馒头妈祝小朋友们今晚都可以做着好梦，但是在做好梦之前，记得要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哦。晚安咯，拜拜。